熬太妃糖出油的小伙伴们快看过来，今年我熬这个太妃糖的时候也是遇到了出油的问题，不过我已经解决了，知道出油的原因了。看我现在做的这个太妃糖，一点油都不会出，还非常的酥脆，也不会很甜，真的越嚼越香，特别好吃。今天这个视频给大家详细的解析一下熬太妃糖为什么会出油，然后怎么改善，用玉米糖浆和麦芽糖做出来有什么不同，哪个更好，还有怎么可以降低甜度，通通在这一个视频里都给你们解决。太妃糖的做法其实很简单，第一步就是把坚果加热，把坚果放到100度的烤箱里去保温。第二步就是把所有材料放在一起去熬糖，这个配方是减糖版的，按原配方糖量应该是200克，因为我看了一下评论区，大家都说觉得甜，把糖量减到120克就不会很甜了，所以我直接按照评论区里的减了80克糖来做。减糖和不减糖我后来都做了，对比了一下，我觉得甜度差别不大，但是最后出来的量不同，减糖做出来的成品量少。最后我会告诉大家怎么可以不那么甜。除了杏仁，所有的材料都一起放到不粘锅里，然后放到火上，用中小火去不停的搅拌熬煮。大家看到的现在就是我第一次做的，你们看看跟你们出油的情况是不是一样。刚开始看上去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，它会先融化，然后材料混合变浓稠，颜色开始慢慢变深，到最后颜色更深了，但是温度还没有熬到就出油了。我做这个糖温度都是熬到160度的，你们看我这第一次做的，不止出油还糊了，真的惨不忍睹。那为什么会这样呢？我给你们解析一下。其实熬糖出油的主要问题就是火候的问题。我这个电陶炉一共有9个档位，9的火最大，1的火最小。第一次做我是全程用5中火熬的，但是我这个破炉子它有一个问题，就是开4到9档的时候它有一个过热保护，加热大概2-3分钟，温度达到了它就报警，然后我就只能关了再重新开。所以在第一次这个熬糖过程中，我都是一边熬一边关开这个火，但是我全程都是在5档熬，没有降低温度，也没有升高温度。熬到这个时候，你们看它颜色挺深了，但是温度还没有达到，而且你看它已经开始冒了很大的烟。然后温度到了，我马上离火，离火以后你们看这个锅它还在不停的沸腾。看到这儿，我想你们应该能猜到出油的问题是什么了吧？没错，就是火太大了。而我这个呢，除了火大，还外加一个温度不均匀。在做太妃糖的时候，糖浆加热到一定温度，糖中的水分和乳脂会发生化学变化。如果温度太高，糖浆煮得太热，糖会开始分解，就会导致糖脂分离。那如果你加热的时候温度不均匀，糖液就有可能会导致局部过热，也会造成分离。那我知道我这个第一次失败的原因了，就是温度太高，那我就降低温度再来做一次。这回我把我这个炉子调到了3档，但是我这个3档的火又太小了，我站在那儿熬了好长的时间。有多长时间呢？这么说吧，就是我看了1集半的国色方法它才熬好。火太小会怎么样呢？就是它一直熬不到温度，最后都熬到这个颜色了，也出油了，但是它的温度还没有达到我想要的160度。你们看我这块新鲜出炉的血豆腐是不是挺不错的？后来我把它放到凉水里去试了一下，才发现其实它已经很脆了，吃着一点都不粘牙了。所以第二个原因也找到了，就是温度太低了也不行。温度太低，糖浆没有达到足够的熔点，糖和黄油就无法完全乳化，就会出油。那第3次我就不用那个电陶炉了，我改用燃气了，但是我这个燃气也是容易越烧火越大，我就拿了一个铁板垫在火上，再把锅放上去，这样它温度均匀了，然后全程用中小火加热，也没有再去调火的大小，最后就没有再出油了。第3次做的时候，因为我没有玉米糖浆了，所以我就用的麦芽糖。麦芽糖用之前，你把盒子放在热水里泡一会儿，等它温度上来了就有流动性了，就可以取出来了。在这个过程中，配方是没有变过的，还是最开始的那个配方，120克的白糖，然后40克的玉米糖浆或者40克的麦芽糖。这次火候大小控制的也合适，温度受热也均匀，所以熬到最后它就没有再出油了。熬到160度就先关火，然后再把烤箱里保温着的杏仁倒进来。杏仁必须得是热的，如果这个时候一凉一热温差大的话也会出油。杏仁倒进来不需要翻动太久，大致均匀就可以了，因为倒进烤盘里我们还需要再整理的。你倒进的这个烤盘也是刚才热杏仁用的烤盘，也是热的。烤盘太凉的话，一下子温差太大也容易出油，然后就给它整理好。我是给它整理到了1厘米的厚度，切的时候我测了一下温度，这个表面温度在73左右。我是用这个切面包的锯齿刀，就这样来回拉锯似的切的，切完以后感觉还比较整齐。
但是随着你切，它的温度就会慢慢下降，如果温度太低的话，就会容易切碎。如果你发现它太硬了，一切就碎了，那你就给它再放到烤箱里80度加热一会儿，再拿出来切。这个切糖的温度我觉得是70到80度之间切比较合适，温度太高的话它会特别的软，你切的时候这个形状就没有那么的规整。我全部切成长条以后，一按它呢都硬了，然后我就把它又放回烤箱里，用80度又加热了10分钟。加热完以后它是这种可以弯曲的状态，这个时候再切就不会碎了。用这个配方120克的白糖做出来，最后我称了一下，总糖量差不多是450克左右，不到1斤。如果你想最后熬完量多点，可以增加糖量和杏仁。其实最后甜度我感觉差别不是很大，只要熬糖的温度再高一点就不会太甜。等这个糖完全凉了以后，就是非常酥脆的状态了。它吃起来不是硬脆的口感，是酥脆，非常好嚼，不是很费牙，掰的时候也很轻松，一下就掰开了，真的非常好吃，越嚼越香。最后给大家整理了一下用玉米糖浆和麦芽糖的区别，我总结了一下，如果你想做软的太妃糖，那就用玉米糖浆做，因为它能更保湿。如果你想做脆的，并且不要太甜，还有浓郁的焦糖味，那就用麦芽糖做更好。关于怎么可以降低这个糖的甜度呢，就是你可以替换一半的海藻糖，因为海藻糖的甜度比较低。还有就是可以用麦芽糖或者葡萄糖浆，因为葡萄糖浆的甜度也比较低。还有就是提高最终熬糖的温度，太妃糖是可以熬到170度以下的，温度高一点，焦糖的风味就更明显，甜度就能降低。但是这个要根据自家火候调整，因为万一你火大熬到170度有可能会糊。好了，今天差不多就这些了，希望这个视频能对做失败的小伙伴们有帮助。